俄罗斯无兵可用，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前往监狱征召士兵，组建轻型惩戒营，开赴乌克兰战场。待遇是6个月服役时间，如果能够活着回来，就承诺支付20万卢布并被特赦；如果战死，家属可以获得500万卢布的抚恤金。这待遇够优厚吧？但条件越优厚，也越能看出前线战事有多么吃紧。而这也是火力军为什么说俄军穷途末路的原因之一。因为当一个国家开始将囚犯投入战场时，往往处于2种态势下：一是双方的军事冲突陷入焦灼状态，人力资源枯竭；二是国家已经陷入生死存亡关头，必须投入大量士兵才能稳住战局，再慢慢图谋胜利。否则都不会轻易将阶级对立关系的囚犯送上战场，因为风险太大，万一这些人上了战场调转枪口怎么办？而瓦格纳集团作为俄罗斯的一个雇佣兵公司，它跟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创始人德米特里乌特更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退役中校。之前瓦格纳雇佣兵集团的老总亲自跑到监狱里动员囚犯参军，只能说明乌军反攻猛烈，造成大批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俄军士兵减员。加上国内部分动员的差不多了，因此俄军才会寻找新的兵源，妄图扭转战局。那俄军征召的囚犯战斗力如何呢？通过近1个月的观察，俄军的这些囚犯士兵，除了极个别敢与乌军同归于尽外，其他大部分都成了战场上的炮灰。我们知道，能用于战争的囚犯一般都是暴力犯罪者。这类囚犯细分又能分为受训和非受训囚犯。受训囚犯指的是受过军事训练人员，这些人员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与对战技术，能够熟练使用枪械，只要稍加训练就能形成战斗力。特别是野战部队退役后入狱的囚犯，往往精通搬进攻、排进攻等战术，可与作战部队形成合力。而内卫部队退役的囚犯则擅长巷战、抓捕等作战任务。即使军事技能最低的警察，其作用也要高于未受训的普通囚犯。只是这类受过军事训练的囚犯，往往只占监狱囚犯总数5%左右，到了战场上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普通的暴力犯罪者，大多是些好勇斗狠者，要么是街头打斗的亡命徒，要么是杀人放火、穷凶极恶之辈。残忍和勇气足够，但没受过军事训练，不懂战术，甚至可能连枪都不会用。完全是乌合之众，需要经过长时间训练才能与作战部队形成合力，否则上战场也是炮灰。另外，虽然暴力犯罪者多为亡命徒，上战场往往悍不畏死，但不怕死不代表不会死。战争是群体间的暴力对抗，讲究相互配合，令行禁止。特别是如今的热兵器时代，不具备基本军事技能，连战场生存都不懂的人，只会死得又快又彻底。就像这次的俄军囚犯兵。其次，无论是士兵还是囚犯，都会被编入战斗单元，成为战争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能形成多少战斗力，还要看军事指挥官的指挥水平。正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就是这个道理。但依靠目前俄军将军人均高级耗材来看，这批俄军囚犯兵估计大多数会成为炮灰。俄罗斯别说招1万名囚犯，即使是10万、20万，在乌军正规军面前也只是阵亡的数字而已。事实上，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瓦格纳集团就已经征召了部分囚犯充当先头部队，在队伍前线探路，充当炮灰，尽可能消耗乌军弹药。但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俄军一败再败，目前的战场重心已经挪到了赫尔松地区。俄罗斯明明是该韬光养晦的时刻，却总是惦记别人的土地，这不败谁败？况且俄罗斯这种将囚犯送上前线的做法，在伦理道德、战场战法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性。比如，这些囚犯能算作战人员吗？能得到与正规军一样的武器装备吗？万一出现不听指挥、烧杀抢掠的情况，事后俄罗斯会主动出面负责吗？等等问题。而论残忍和高效，俄罗斯目前这种做法远不及前苏联的1/1000。没错，火力军说的就是斯大林的惩戒营。恰好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场就在如今乌克兰的东部，我们可以借此了解一下囚犯的命在苏军和俄军眼里是多么的廉价。当初随着1942年德军实行蓝色行动后，有100万苏军镇守看似坚如马奇诺的西南防线，在短短几天内就土崩瓦解。人头挤满大道的苏军溃兵和追杀前者，直到油料耗尽的德军坦克，
成了俄罗斯西南大地上一套独特的风景线。而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的斯大林，怒不可遏地于7月28日推出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令，复活了苏军惩戒部队。当时在苏联，因为只有死刑和不高于10年的刑期，所以进入惩戒营的苏军官兵必须在其单位服役1到3个月。服役期限则取决于他们原来的刑期，比如之前是5年、7年和10年的刑期，则会相应的减为1个月、2个月和3个月。只有在惩戒部队满服役期后，才会被转为正规军。而大多数士兵的死刑则统一被减在惩戒单位服役的3个月。不要觉得惩戒营刑期时间短就觉得容易，刑期都是从这些人到达前线时开始计时，他们只有熬过这3个月的炮灰期，才会被转为正规军。可这又何其难？苏德战争可是2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根据克里沃舍耶夫的不完全统计，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总共有994300名苏联官兵被判刑，其中42.27万人被送进惩戒营，43.66万人被送进古拉格劳改营，13.5万人被处决。更可悲的是，战后的俄罗斯老兵们也并不愿承认这些和自己一样出生入死的惩戒兵是自己的战友，只认为这是一群为了赎罪的懦夫。那与这次的俄罗斯监狱招兵相比，他俩有什么区别呢？在苏军的惩戒部队中，论残忍和高效也是有排名的。惩戒营小于惩戒连，小于突击惩戒营。由军官组成的惩戒营只有营部的参谋、连长、排长和政委，以及少量列兵和军士是正规军编制，其他都是毫无编制的受罚士兵。一般而言，在一个约800人的军营中，只有40到60名是正规军，可能会有额外的机枪、工兵、反坦克或迫击炮连等，暂时纳入惩戒营编制来增加正规军的比例，但那也只是暂时的。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就会退出。惩戒营还好，除了任务危险外，起码会得到和正规军相同的口粮和补给，并会为其配备大量自动武器来保证其作为突击部队的效率。然而数量更多的惩戒连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兵员往往会超过编制数量数倍，导致其补给不足。大部分惩戒连都配不齐枪支，有些悲惨的连队甚至只能抄起刺刀、木棍做武器，是不折不扣的炮灰。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2战期间，苏军就组建了65个惩戒营和1048个独立的惩戒连，其中很多单位只存在了几个月，便因损失惨重被解散、重组，或者是直接被歼灭。那么数量如此庞大的苏军惩戒部队士兵都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根据第227号令，只有逃兵和严重违纪的人会被送到惩戒部队，而判定一个士兵犯下多大的罪行，是需要军事法庭进行司法审判。然而，随着战事愈演愈烈，苏联高层决定简化司法过程，并将生杀大权下放。例如1944年4月29日，朱可夫在视察前线时便跳过程序，直接判禁卫步兵第324团的一名上校到惩戒营服刑2个月。除此之外，排开前线军官的独断专行，苏联当时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一旦苏联高层发布了一项重要指示，下层官员里众多的机会主义者就会把如何完成这一指示变成一场大规模会战。在227号令发布后，不少苏军军官都费心费力搜刮囚犯，好让他们的热情和卖力得到高层的欣赏和肯定，最终导致如1936到1938年大清洗期间所发生的那样，囚犯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飞速上涨，其中包括未能执行指挥官命令的替罪羊、犯下轻微罪行的人，甚至是压根没罪，只是让上级看着不爽的刺儿头。这自然滋生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据某些惩戒幸存者回忆，很多人都是莫名其妙被填进惩戒营的。比如一位士兵在战后赞扬了一挺 MG42，做了一顿难吃的晚饭的炊事兵，以及一位在出生入死后被授予红旗勋章的惩戒连连长，因为及时归还他在这次任务中损失人员所领取的1天食物和伏特加配给，又被判处2个月的刑期等等，理由奇葩的令人无法想象。值得一提的是，2战期间成千上万的妇女在苏军中担任医护兵、通讯兵、高射炮手、狙击手、飞行员，甚至是坦克兵。一般来说，犯错的女兵会判缓刑，留在正规军中。但当一些男性军官难以控制自己的下半身，逼迫女性军人与其发生性行为时，
女方若不从男方，他们便会威胁将其直接送进惩戒营。为了杜绝这样伤风败俗的事，1944年8月，苏军统帅部干脆直接下令禁止对女军人判刑。但不要以为苏军最高统帅部是仁慈的，在227号令发布后的1个星期内，苏军最高统帅部因获悉加里宁和西方面军在这段时间的战斗中损失了114架战斗机，其中51架被击落，89架无法使用。这本身是战斗烈度和苏联空军的赶鸭子上架导致的悲剧。但为了树立一个典型，最高统帅部下令，统帅部认为在4-5天内损失如此多的飞机是不可能的。我们确信参战的飞行员在蓄意破坏飞机，或是以微不足道的故障原因回避战斗，以掩盖自己的懦弱。随后，最高统帅部便将2个方面军的大部分飞行员送入了惩戒营。那些统帅部确信犯下破坏战机罪行的飞行员，则被送入死亡率更高的惩戒连。又1周后，统帅部梅开二度，将那些统帅部认为糟蹋坦克的懦夫送进惩戒部队。而这次遭殃的对象从飞行员换成了坦克兵。这还不算完，斯大林在1943年8月21日的第413号令再次助长了这一歪风邪气。该命令说明，如果常规的纪律惩罚不够，士兵和军士可因任何罪行被送至惩戒营。不得不说，论送士兵去惩戒营的高效性，还得是苏军的最高统帅部呀。如果说惩戒营和惩戒连是九死一生的话，那么突击惩戒营可以说是十死无生。突击惩戒营的组成士兵大部分都是在1941到1942年那些被德军包围后投降或人间蒸发的苏军官兵。这些官兵首先会被送往斯大林于1941年12月27日下令设立的甄别营，在那里他们会接受内务部关于他们在德战区下具体活动的盘问。放在之前，这些人哪怕没被牵连到通敌行为中，斯大林仍可以将他们向德国人投降或是为抵抗到死视为叛国，并处以死刑。然而到了1943年，斯大林也意识到，哪怕是号称100万的苏联红军，其人力储备也在德军的杀伤下濒临枯竭，绝不能再浪费宝贵的人力了。为此，1943年3月10日，苏军统帅部颁布的第97号令，并在同年8月1日进行了补充。斯大林宣布，会给那些在德战区待了很长时间却没同游击队抵抗德军的军官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们将会加入第3种的惩戒单位——突击惩戒营。在一般惩戒营的人一般会被判1至3个月的刑期，但如果在这期间立功，便有机会早早脱身。而派往突击惩戒营的军官则必须在那里待满至少2个月。所以论残忍度，突击惩戒营在苏联惩戒部队中无疑是最高的。突击惩戒营的军官会保留他们的军衔，但在服役期间会被暂时降职，执行的任务与惩戒营相同，消耗率也相似。整个二战期间共有29个突击营存在，总体人数不详。但截止1944年10月1日，已有18382人从甄别营被送到突击营。目前，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军队依然保留了2个惩戒营，用来关押、惩戒严重触犯军规而尚不足以由军事法庭上起诉、判决和关押的士兵或军官。总的来说，论高效性肯定是苏联的惩戒营更胜一筹，而且惩戒营还都是一些具备军事素养的士兵和军官，上战场还有生还的希望。反观俄罗斯在监狱征召的囚犯，大部分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触犯刑律被关进监狱的服刑者，上了战场除了当炮灰消耗乌军炮弹，没有第2条路可走。因此论残忍性还得是俄罗斯。好了，除了这次俄罗斯监狱招兵苏军的惩戒营外，历史上其实还有很多用囚犯打仗的例子，大家还知道哪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